作为仅存的几位美元多头之一，摩根士丹利最终在周四选择下调对美元的预期。另外，彭博社1月4日报道，12月邮轮追踪数据显示，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创下月度和年度高纪录，这将使美国在2023年超越卡塔尔和澳大利亚，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最后，我们观察到周四小非农报告显示，美国12月就业人数为 16.4 万人，创2023年8月来新高，薪资增长有所放缓，证明美国劳动力市场仍韧性十足。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帮助你掌握趋势，提前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如果你也对股市投资理财以及宏观经济市场感兴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作为仅存的几家美元多头之一，摩根士丹利周四选择下调了对美元的预期，理由是在美联储转向鸽派政策后，美国国债收益率不断下降，该行将美元前景从看涨调整为中性。不过，摩根士丹利依旧指出，季节性因素和空头仓位仍有可能推动美元进一步上行，理由是美元空头头寸大幅减少，季节性因素和抛售过度。该行至少从去年11月中旬就开始压住美元走强。去年12月，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今年将转向降息后，包括高盛在内的对冲基金和大行开始看空美元，美元指数随后跌至5个月低点，但在今年1月的头4天有所反弹。包括银行不能十分肯定之前，他们认定的美元利好催化剂，比如美国经济意外转好，或者核心 PCE 移动均线明显上行，是否足以盖过风险并提振美元？去年12月，大多数银行等少数基金经理反对市场普遍的看法，并警告称，随着美国经济表现出色，美元将在2024年出人意料的走强。而在外媒调查的分析师中，大多数人认为美元将会走弱。摩根士丹利也不再坚守做空欧元对美元的观点，并建议投资者转而做空欧元对日元。该银行预测，随着联邦基金利率下降，日元将升值。而随着欧元区经济继续走弱，欧元将贬值。策略师在1月4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对美元的看法转为中性，因为我们对美元走强的信心显著减弱。”俄乌冲突升级后，有行业人士指出，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给欧洲能源公司带来了损失，但给美国带来了巨额利润。根据美国政府数据，卡塔尔曾是2022年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澳大利亚是当年的第2大出口国，但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显示，美国2023年全年出口量比2022年的7750万吨增长了 14.7%， 达到8890万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22年遭遇火灾的自由港液化天然气工厂恢复了全面生产，以及其他工厂提高了加工效率。去年12月，欧洲仍然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出口量为543万吨，占总出口量的 61% 以上。LEG 数据显示，去年11月，美国 68% 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输往欧洲。自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后，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动了大规模制裁。随后，俄罗斯制定不友好国家和地区名单，并颁发天然气卢布结算法令，要求非友好国家用卢布支付天然气账单。而欧洲国家则采取措施，大大降低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欧盟国家还在继续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给欧洲能源公司带来了损失，但给美国带来了巨额利润。美国从欧盟放弃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中获得好处。现在美国的状态很好，而欧洲正在遭受痛苦。周四公布的小非农数据大超预期。ADP 报告指出，12月私人雇主增加了 16.4 万个工作岗位，就业增长连续第4个月上升，主要是休闲和酒店业招聘的健康增长。但近几个月来，该行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有所减少。此外，该行业的工资涨幅也居前，年增长率为 6.4%。建筑业在高利率下保持强劲，但制造业继续挣扎，工作岗位又1个月继续减少。数据公布后，现货黄金回落超6美元，这些数字凸显了新冠疫情后就业市场的韧性。
尽管有一些迹象显示劳动力需求放缓，但企业仍在以健康的速度招聘，失业率保持在低位，雇员的工资涨幅继续高于通胀水平。经济学家表示，我们正在回到一个与疫情前的招聘情况非常一致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并没有推动最近的通胀，现在工资增长已经回落，任何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风险几乎都已消失。另一份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报告显示，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降幅大于预期，表明劳动力市场状况仍然相当紧张。美国上周初请人数经季调后下降 1.8 万人至20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 21.6 万人。由于假期原因，每年这个时候的申领人数往往波动较大。尽管如此，由于市场对美联储宽松政策的前景保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这就为此类数据提供了一种不对称的反应机制。因此，在数据公布后看到美国国债收益率略有上升，并不令人感到非常意外。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周五晚上美国劳工部将公布更受市场关注的非农就业数据。由于统计方法不同，这两份报告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接受外媒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12月非农就业人数将增长17万人。美联储官员正在密切关注就业报告，以寻找有关劳动力市场强弱及其对通胀影响的线索。根据今日凌晨公布的美联储12月会议纪要，官员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将从过去几年的巨大供需不匹配中更好地恢复平衡。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